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诚意艺人分饰三角，肖战、郑晓龙强联手，这期布袋播剧个个王炸。2025年4月，狂热的剧迷们似乎陷入了甜蜜的蜜罐之中。王宝强主演的《骑士》在豆瓣上以 8.3 分结束，而孙俪的《蛮好的人生》则因中年女性逆袭这一主题迅速登上热搜榜。经过2年的等待，宋祖主演的《无忧渡》突然开播，而在借命而生中，秦昊和韩庚上演了一场2位英雄的对决。然而，当4月的余温逐渐褪去，接下来的电视荧屏还能依靠什么来延续其活力呢？别慌，7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是武侠题材还是权谋复仇，无论是古装奇幻还是现实主题，每一部作品都精准地触动了观众的心弦。诚意独自承担了三角角色的雄心壮志，肖战和郑晓龙组成的顶级加著名导演团队，甚至让《琅琊榜》的观众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迫感。你准备好面对这场激烈的王炸混战了吗？首部作品名为《赴山海》，从琉璃开始，经过沉香如屑，最后到莲花楼，武侠与玄幻这条赛道无疑构成了诚意内心的舒适圈。这回他与古力娜扎合作的《赴山海》也采用了相同的主题。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赴山海》这部作品中融入了穿书的元素，这与《庆余年》有些类似之处。《赴山海》这部小说的情节相对简单，主要描述的是现代社畜萧明明不经意地被卷入了他那本已经崩溃的小说里。接着，他以萧秋水这一主角的身份与反派角色李晨舟展开对抗，成功地化解了家族被灭的危机。这部戏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萧明明、萧秋水和李晨舟3位角色，他们都有着相同的面容。因此，在这部戏中，诚意扮演了颓废的打工人、充满热情的少侠和疯狂的反派3个角色，这无疑是对他演技的一次高度赞赏。除了这些，诚意在这部戏里的打斗场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吊威亚在扮演托马斯·全旋的角色时，不需要任何替身，并且在没有辅助的情况下，可以轻松地在原地旋转360度。网民的热烈评论：诚意的腰部并非真正的腰部，而是夺命3郎手中的弯刀。除了被称为大男主角的诚意，还有另外2位同样令人充满期望。其中一位是女主角古力娜扎，从剧照中可以看出，她的美貌仿佛仙女降临人间。张智霖是其中的男 N 号，他在陆小凤之后又出演了武侠，他的期望值立刻达到了顶点。第2部作品名为《藏海传》，藏海在幼年时期遭受了灭门之灾，但在10年后，他改变了自己的形象，重新回到了朝廷。他将复仇视为棋局，将天下视为棋局，但最终发现自己只是这场阴谋的一个棋子。你觉得这个剧情听上去似乎很熟悉吗？这难道不正是《琅琊榜》的 2.0 版本吗？在《琅琊榜》播出后，观众长时间沉浸在低质权谋剧中。目前《藏海传》的问世，为剧迷们带来了一线希望的曙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阵容由顶级男演员肖战和资深导演郑晓龙组成，相信大家都会对此充满期待。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肖战这一次彻底摆脱了他的偶像面孔，转而成为了一个深藏不露的权谋家。预告片中的一双阴冷的眼睛，让粉丝们震惊地说：“为无限变得黑暗了。”在今年初与徐克合作的《射雕英雄传》中，肖战并未再次展现出他的辉煌。我不确定郑晓龙这一次是否能为他的顶级地位增添更多的优势。当年《琅琊榜》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权谋的出色表现外，群像的塑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对女性角色的精心塑造，为整部剧带来了额外的吸引力。
尽管刘涛所扮演的霓凰郡主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多，但她至今依然让观众难以忘怀。在这一次的《藏海传》中，女主角的角色设定非常引人注目。她表面上是一位风情万种的老板娘，但实际上是一名精于布局的高手。据传，与男主角藏海的智斗场面可以与一场高端狼人杀相提并论。第3部作品名为《长安的荔枝》，继《长安12时辰》之后，马伯庸与雷佳音再度合作，共同推出了《长安的荔枝》这部作品。那是我们熟知的大唐时代的背景，还是那位我们熟知的导演曹盾？然而，雷佳音的合作伙伴从年轻而英俊的易烊千玺转变为有着大脸和小眼的岳云鹏。《长安的荔枝》这一故事与古代版本的《社畜求生指南》有着相似之处。雷佳音所扮演的李善德原本是一个在长安混迹了18年，但始终未能晋升的九品芝麻官，费尽心机地获得贷款购置房产，却不幸被同事欺骗成为荔枝使者，并承担了11天内从岭南将新鲜荔枝送至长安的死亡 KPI 的责任。在那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完成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几乎与让外卖小哥步行将冰激凌送至北极相媲美。然而，为了避免孩子沦为留守儿童，李善德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踏上旅程，展开了一场类似古代的极限挑战。在该剧中，岳云鹏扮演的角色是雷佳音的小舅子，名叫郑平安。如果我们称李善德为窝囊蛋，那么郑平安无疑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能够左右逢源，见风转舵，主打一个一点亏不吃。当窝囊蛋碰到老油条时，一个人会精打细算，一个人会开玩笑，这让人一想到就笑得前仰后合。第4部作品名为《淮水竹亭》，除了上述的3部主要的大男主角外，其余的4部都被称为85花大乱斗。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已经流逝，但85花们依然紧密相连，不曾分开。刘诗诗主演的《淮水竹亭》是她首次亮相的电视剧。令人尴尬的是，这部戏与杨幂去年参与的令人震惊的《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实际上是同一导演执导的同一系列作品。那时，许多网友都在暗中盼望看到他们2人的擂台对决。杨幂主演的《月红篇》率先播出，结果受到了网络的广泛嘲笑。那句涂山，我照的，懂吗？直到目前，网络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尽管有了《月红篇》这样的前车之鉴，但网友们对《淮水竹亭》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一方面，人们普遍对女主角刘诗诗和男主角张云龙的表演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另一个原因是《淮水竹亭》现在发布的预告片给人一种大事很妙的感觉。竹林与水景交织，一只小扁舟静静地漂浮。刘诗诗那被尊称为天选古人的仪态和她那张超凡脱俗的面孔，为整个画面增添了更多的诗意和画意。张云龙戴着与原动画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具，随风而至。人们常说的郎才女貌，其实是命中注定的完美结合。预告片里突然出现的沈月，同样令观众眼前为之一亮。她原本是偶像剧的演员，但在过去，她要么是学生的妹妹，要么是办公室的职员。这一次我尝试了古装造型，除了其他方面，我的外貌真的非常吸引人。也许这部电视剧结束后，将为她打开一个名为古偶市场的新机会。第5部作品名为《独身女人》，唐嫣被选为第2位出场的85号选手。唐嫣在过去的几年里，在85花中始终是落后者，但直到她主演的《繁花》，她才得以跟随主力部队。在去年的白玉兰奖颁奖仪式上，人们原本预期她会依靠汪小姐的出色表现，登上85花 Top 的荣誉位置。出乎意料的，最终还是败给了周迅。在《繁花》之后，唐嫣实际上展现出了强大的势头。
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释怀，选择了出演《古偶念无双》。播出后的情况确实令人震惊，对他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带来任何积极的影响。当我们回顾唐嫣的职业历程时，会意识到她在现代剧中的表现是最为舒适的。从早期的作品《夏家3000金》，经过《何以笙箫默》，直至不久前的《繁花》，观众们总是热衷于讨论她所扮演的现代角色。幸运的是，她即将播出的这部剧是一部正规的现代城市题材作品。《独身女人》这部剧，正如其名称所示，描述了一个单身独居的女性在感情上的经历。故事中的女主角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唐嫣，而男主角则是高圆圆的丈夫赵又廷。赵又廷的外貌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与唐嫣以前的合作伙伴邱泽、钟汉良、胡歌等人相比，显得有些逊色。尽管他的颜值并不足以与演技相匹配，但我相信他那整容的演技绝对不会成为唐嫣的拖累。顺带一提，《独身女人》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书所写的同名小说。一书的前一部翻拍之作依然是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第6部作品名为《生万物》。排在第3位出场的85花是杨幂。近几年来，杨幂在转型方面的意图非常明确，她一直在努力摆脱偶像剧这一传统圈子。然而，可能由于这些年她在演技上有过多的下滑，她的职业转型之旅变得异常困难。在拍摄电影和撤档以及谍战剧的过程中，遭到了全网的广泛批评。即将播出的《生万物》是她留下的另一份珍贵之物。《生万物》是一部农村时代的戏剧，给人一种类似于红高粱的感觉。为了更好地演绎这部剧，杨幂特意进行了大量的化妆和打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部戏里的其他演员同样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男主角欧豪在之前的《北上》中的表现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力。其他的配角，从倪大红到林永健，再到秦海璐，都是声名显赫的老戏骨。有了这批人来稳住阵脚，杨幂这一次或许真的有机会成功的进行角色转变。第7部作品名为《在人间》。85花的最后一场表演是由被誉为3料视后的赵丽颖呈现的。赵丽颖的表演才华毋庸置疑，多年来她在各种题材上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她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是以都市悬疑为主题的《在人间》，与她合作的男演员是名气不大的尹昉。赵丽颖上一次参与悬疑题材电视剧的演出，是在与肖央合作的电视剧《谁是凶手》中。在这部作品中，她扮演了一个既正直又邪恶的心理治疗师沈宇。这确实很吸引人，但似乎不够吸引人。这一次，她主演的《在人间》终于为粉丝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当古代的权谋与现代的穿越书籍相遇，当顶级的转型与经验丰富的导演相遇，当被誉为古偶之首的女子与被誉为现偶之王的女子相遇，这7部电视剧之间的竞争不只是流量和流量的对决，更深层次的，它是衡量国产剧工业化程度的关键标准。接下来的问题是，诚意展现出的精湛演技，肖战的权谋策略走向黑暗，以及85花们之间的激烈混战。你最倾向于为哪个人进行会员充值？请在评论区查看真实的章节。